我是瓜皮儿，很多人留言要看绿箭侠，今天他来了。他就是岛上鲁滨逊，上岸公子哥，手持一把反曲弓，右手一松，对手进攻，江湖人称 CW 一哥。说起奥利弗，还要回到2007年，有一座岛叫炼狱，曾经用来关押重大罪犯。奥利弗故事要从这里说起。奎因集团是星城数一数二的公司，由奥利弗的父亲罗伯特掌权。父亲劝孩子他妈莫伊拉放100个心，女友劳瑞也过来送行。奥利弗悄摸打了一通电话后走了过去，劳瑞没带什么礼物，只拿来了一张自己的照片，希望奥利弗想念自己的时候多看看。然而这个大渣男带着小女友 Sarah 一起上了船，金牌号迎着朝阳驶向了地平线，却不知幕后已经有人动了手脚。那一年，奥利弗是个彻头彻底的纨绔子弟，能用下半身思考就不用大脑。尽管父亲提醒他，和 Sarah 在一起你们不会有好结果的，但奥利弗并不在乎。在客房里和女友的妹妹共度良宵，随着暴风雨来得更猛烈，轮船先是被海浪推翻，随后被一折两段。Sarah 不幸遇难，唯有奎因父子和一名海员存活，3人随海漂流，补给品根本没有来得及带上。罗伯特把最后的食物水留给了儿子，也许他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不是一个好老板，但罗伯特是个好父亲。为了让儿子活下去，罗伯特先枪击了船员，告诉儿子一定要活下去，然后吞枪自杀。靠着仅剩不多的食物，奥利弗活了下来。一座充满希望的岛屿出现在面前，初登小岛的奥利弗根本不会生存之道。父亲的尸体被乌鸦啃食，绝望的奥利弗抱着父亲的尸体举步维艰，直到体力透支，奥利弗才找到一个安葬父亲的位置。他在父亲兜里翻出一本笔记，每页都空白，唯有扉页画着一个图案。安葬了父亲后，奥利弗还没松口气，一支箭刺穿了他的右胸，还没来得及看清对手的模样就昏了过去。姚飞把奥利弗带到了洞穴，他解释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奥利弗，给奥利弗喂下草药后处理了伤口。趁着姚飞熟睡的功夫，奥利弗起身开始逃命，心里已经把姚飞当成了变态，没跑出几步就中了陷阱，还是姚飞出手相救。岛上有一群黑恶势力，奥利弗独自乱跑，只有送死，和他待在洞穴里是最安全的办法。姚飞抓了一只火鸟，让奥利弗自己烹饪。看着女友劳瑞的照片，奥利弗只顾得回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奥利弗快要饿晕了，眼看着姚飞大口吃肉，却依旧狠不下心杀鸟。慢慢的，奥利弗饿得神志不清，为了生存，他狠心杀死了第一餐。烤熟后开始大口吞咽。姚飞告诉奥利弗，想要在这个岛活下去，绝非是杀鸟这么简单，你必须忘记岛外的一切，包括你的女朋友。几天后，姚飞开始教导奥利弗捕猎，教他使用弓箭的技巧，深呼吸、瞄准、发射，听得奥利弗一头雾水。尝试了一下后，奥利弗果断放弃。去捡猎物的时候，奥利弗被黑恶势力活捉。公子哥哪儿见过这场面，被吓得跪地求饶。奥利弗被带到了敌人大本营，其长官爱德华介绍了自己，他完全不在乎奥利弗家里有多少钱，他只在乎在逃人员姚飞的下落。奥利弗虽然怂，但是出卖救命恩人的事儿他不会做。为了撬开奥利弗的嘴，爱德华找来了一个人。男人折磨着奥利弗，身上多处伤口，也没能让奥利弗张嘴。此时姚飞赶到，再次出手救下了奥利弗。姚飞身躯虽然瘦小，战斗力却贼猛，把奥利弗带回洞穴后给他草药治疗，宁死都不出卖朋友。姚飞认可了奥利弗，他决定一个人对抗整个佣兵团。这段时间里，奥利弗身心被折磨得不堪一击。姚飞走后，他试图自杀，混乱的大脑让他看到了父亲。这个慈祥的男人用自己的命换了奥利弗的命。奥利弗在那一刻决定不再试图自杀，带着父亲的信念好好活下去。回过神来后，奥利弗在篝火旁发现了笔记的秘密，高温让纸上的字显现出来，这是一本人名单，也就是父亲未完成的遗志。昏睡了不知多久，姚飞回到了洞穴，给奥利弗带来了食物。最主要的是姚飞活捉了爱德华，奥利弗上去就是一拳，筋疲力尽的奥利弗被仇恨注满了力量。可当姚飞让他手刃敌人的时候，奥利弗却再次怂了。一个选择摆在面前，爱德华有军用运输机可以带奥利弗回家。寻找飞机的路上，爱德华告诉了奥利弗炼狱岛的故事。2000年左右时，这座岛是中国用来关押重刑罪犯的地方。等这个计划被废弃后，爱德华的军队过来接管了岛屿，并且处决了所有人。只有3个人逃了出来，其中一个就是姚飞，另一个是折磨奥利弗的男人。姚飞试图送奥利弗回家，却半路中计，他让奥利弗快跑，自己被一群5大3粗的雇佣兵活捉。奥利弗逃跑后成为了无头苍蝇，雇佣兵跟随踪迹追了上来。从没有杀过人的奥利弗心中开始摇摆不定，为了活下去，奥利弗掏出匕首企图反抗，可当时他是真的菜，但好运眷顾了他，雇佣兵阴差阳错当场摔死，
奥利弗藏好了尸体，换上了雇佣兵的衣服，下定决心返航拯救姚飞。跟随着衣服内的地图一路来到了佣兵团。奥利弗一路来到了佣兵团西部营地，碰上了个河山士兵为他带路。没走出几步，逃脱后的爱德华就赶到此地。奥利弗尝试伪装自己的身份，看起来隐藏得很安全，其实爱德华早就通过声音判断了他的身份。在路上还称岛上有一艘运输潜艇。到达俘虏营地后，爱德华才抓住了奥利弗，而帮助他的人正是姚飞。姚飞不知缘由投靠了爱德华，奥利弗的心一下就凉了。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救来的朋友，而朋友早就出卖了自己。姚飞没有多余的解释，直接带着奥利弗来到了佣兵团角斗场。在这儿只有一个人能活，姚飞刻意带他来这儿是有目的的。毫无格斗技巧的奥利弗很快没了体力，姚飞一招强人所难，把奥利弗勒至断气。经过检查后，奥利弗被确认了死亡。姚飞则悄悄地在地图上画上路线，在处理尸体的一瞬间弄醒了奥利弗。落入水中，瞬间奥利弗苏醒了过来。姚飞的目的也依然明确，他是在救奥利弗。按照指定的路线，奥利弗找到了一架飞机残骸，刚刚走进内部就被神秘人生擒。解释了姚飞的事后，神秘人才松开了手。他叫斯莱德，是最后一名逃跑的人，和姚飞计划了离开炼狱的方法。既然姚飞送奥利弗过来，就一定是看中了这孩子的品质。斯莱德打算训练奥利弗，让他不再是只会逃跑的懦夫。见识了奥利弗的本事后，斯莱德是恨铁不成钢啊！他的计划同样是乘坐运输机离开，但机会只有一次。斯莱德不想让菜鸟奥利弗乱了好事，可奥利弗虽然菜，却斗志昂扬，撇断了大拇指，挣脱了捆绑。这孩子一下就入了斯莱德的法眼。距离运输机赶来还有10天，这10天必须把奥利弗训练成足以还手的战士。在这安全屋里，奥利弗发现了一个面具，他以为折磨他的人就是斯莱德，直到他听说男人是斯莱德的搭档比利后，才冷静了下来。他两人本来是专门营救姚飞的，却不料比利卖友求荣，加入了爱德华的部队。第2天就展开了魔鬼训练。奥利弗被从头虐到尾，这已经是他登陆炼狱的第6个月了。斯莱德的好奇他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不过斯莱德只打算教他冷兵器，这让奥利弗有点恼怒。斯莱德给他展示了如何对抗枪口瞄准自己的敌人，并且郑重警告奥利弗，面对敌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，不能哭，也不要试图收买。10天很快就过去了，斯莱德打算带着奥利弗直接离开炼狱。姚飞的生死暂时不管了，问题是机场的塔楼是防弹的，若不把哨兵弄死，警报一响就全完了。两人到时分头行动，奥利弗想办法搞了哨兵，斯莱德则对抗其他几十个士兵。奥利弗再次拿出了劳瑞的照片，下定决心冒死前行。头天晚上，两个人就全副武装提前上了路。穿过一片丛林时，奥利弗不小心踩到了地雷。斯莱德猜测这是2战时日本人留下的，不巧的是雇佣兵已经追了上来。斯莱德带上装备就离开了现场，奥利弗只能戴上他的头罩继续伪装。在雇佣兵分神看向地雷的瞬间，斯莱德杀出来干掉了所有雇佣兵，快速推开奥利弗，用尸体挡住了地雷。另一边的姚飞也并不是放弃了希望，爱德华手里握着姚飞的把柄，以此威胁姚飞训练自己的雇佣兵。深夜，逃脱后的斯莱德两人谈起了心。斯莱德眼睁睁地看着奥利弗钻木取火2小时，看完掏出打火机点燃了篝火。劳瑞一直都是奥利弗活下去的动力，虽然奥利弗和劳瑞的妹妹 Sarah 还有一腿，不过斯莱德答应孩子明天带你回家。休息过后，两人深入敌后，按照计划，奥利弗摸向了哨兵，斯莱德则在远处一枪一个小朋友为奥利弗开路。奥利弗潜入哨兵身后，却没想到哨兵也比自己能打。警报即将被拉响时，斯莱德一刀带走了哨兵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斯莱德要去周围排查一下。奥利弗一个人守在塔楼里，思念劳瑞的心让他拿起了军用电话。只是听见了劳瑞的声音，就让奥利弗燃起了希望。没几秒就被斯莱德掐断了电线，运输机将要降落，突如其来的暗号难住了斯莱德。好在奥利弗是富家子弟，上古的学多，按照记忆，奥利弗告诉了斯莱德暗号的下联，顺利通过了暗号。斯莱德只剩下最后一件事儿，轰炸整座岛屿。奥利弗告诉他，姚飞也会因此丧命，可斯莱德心里只有复仇，他要解决掉爱德华的所有军队。眼看奥利弗这么坚定，斯莱德打算给他3个小时营救姚飞，过时不候。奥利弗再次来到了敌后，悄悄溜进了姚飞的帐篷。姚飞还没来得及告诉奥利弗真相，就听见了爱德华的动静，无奈只能再次打昏奥利弗。3小时将近，塔楼里的斯莱德也在焦急地等着奥利弗归来。爱德华这次打算亲自处决奥利弗，刽子手正是比利。看见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，奥利弗咒骂了他背叛斯莱德。
即将被一刀捅死营地发生了爆炸，斯莱德没有独自逃跑，而是回来拯救奥利弗和姚菲，顺便手刃了自己的叛徒搭档。躲在暗处的爱德华一枪击中了斯莱德，奥利弗果断开始反击，带着斯莱德逃跑，半路使用了斯莱德教给他的夺枪术。斯莱德这下彻底欣慰了，可惜飞机赶不上了，两人重返了住处，简单为斯莱德处理了伤口，哥俩逐渐变得惺惺相惜。乘坐运输机的机会没了，斯莱德只能另想其他办法，特别是奥利弗现在让他刮目相看。而侥幸存活的爱德华给上司打着电话，他不过是一枚棋子。白天姚菲的表现很好，爱德华让他见了女儿一面。小东已经被恐惧侵袭，第二天斯莱德的伤口开始感染，奥利弗见状决定去一趟姚菲的洞穴寻找草药，长途跋涉回到洞穴，正要拿上草药离开，另一个逃难者来到了洞穴，他是一名交换生，2天前海钓时船被暴风雨掀翻，上岸后又被佣兵团暴打一顿，这才摸爬滚打到了洞穴求救。奥利弗起初一直对他有猜疑，奈何男人跪地求饶，奥利弗一心软，想给他解绑，刀子却迟迟下不去手。在这个岛上，他不能相信任何陌生人。把药带给斯莱德后，病情有了好转，但奥利弗选择隐瞒了男人的事。斯莱德休养这段时间，奥利弗开始锻炼身体，起初只能做4个引体向上，2个人暂时想不出第2个逃出炼狱的办法，唯一一个无线电还是坏的。幸亏奥利弗小时候经常鼓捣电子设备，折腾了好几天，斯莱德都已经放弃希望，准备出去给奥利弗打猎吃饭了。无线电终于发出了声音，斯莱德多次尝试呼救，然而另一边的人根本听不见，2人仍然是困兽。多次调频后，斯莱德接入了部队的频道，意外听到了爱德华和幕后黑手的对话，他们反复提及了一个名字，希拉。奥利弗知道这是奥德赛故事中的怪物，不管这东西到底是什么，斯莱德和奥利弗都准备去会会他。2人潜入营地才发现，所谓的希拉不是人，而是防空导弹，同时追踪打击100个目标至2400公里的恐怖武器。看样子爱德华和幕后黑手打算挑起战争，为了不让无辜的生命牺牲，2人决定阻止爱德华。由奥利弗伪装成雇佣兵，假装抓住了斯莱德，待敌人团团赶来时，斯莱德和奥利弗立刻反击，轻轻松松干掉了守卫雇佣兵。斯莱德本想直接炸了防空导弹，奥利弗却从内部拆下了电路板，由此作为筹码谈个条件。奥利弗联系了爱德华，和斯莱德协商过后，2个人决定用此来换一条离开炼狱的出路。爱德华同意为他们准备一艘离开的船，双方在丛林中会面。姚菲依旧潜伏在爱德华的佣兵团中，可爱德华突然反悔了，他以小东的性命为筹码，先是制服了姚菲，又逼迫奥利弗2人交出电路板。斯莱德反手举枪，他不同意交换筹码。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孩竟然干脆利落地干掉了雇佣兵，配合奥利弗、姚菲、斯莱德等人杀出了一条生路。可交火过程中，姚菲身负重伤，为了不拖累朋友和女儿，他选择独自断后。等3人走远之后，奥利弗才发现电路板被偷走了。初次见面的小东表示自己知道爱德华的计划。3人回到住处开始训练。小东的战斗力不比斯莱德逊色，姚菲把他教导成了一个顶级杀手，在座的就属奥利弗最菜。硬汉斯莱德教导不了奥利弗，改换家人小东教导。奥利弗在美人的指挥下训练得更加认真，看着小东练习着瑜伽，奥利弗注意力都投在女孩身上了，也从小东嘴里听说了姚菲的故事。当初军队屠戮炼狱岛的罪犯，为了找个背黑锅的人，军队把姚菲终身监禁在了炼狱岛，花了很多年，小东才找到父亲，可惜被爱德华欺骗活捉到了佣兵团。不管外人怎么传言姚菲的故事，奥利弗都相信他是一个好人，也希望小东能理解他。说完，2人继续开始训练。为了让奥利弗到时人工合一，小东让他连续拍打了几个星期的水，就连斯莱德也不理解小东的用意。小东只讲述了一个故事，有个男孩被送到了少林寺学功夫，可师傅让他打了1年的水。当所有人不知用意的时候，男孩随手一掌将木桌拍成2半。说完，小东让奥利弗尝试拉弓，效果极其显著。奥利弗的手平稳到一丝不慌，并且呼吸也变得异常平顺。下一步就是学习弓箭的使用技巧，这样就能进行姚菲的营救计划。由奥利弗持弓支援，斯莱德和小东协作潜入。斯莱德还表示自己不相信弓箭比枪厉害，可小东却十分信任奥利弗，依旧是姚菲的3步：深呼吸、瞄准、发射。有了之前的训练，奥利弗发生了蜕变，斯莱德却变得有点不耐烦。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之后，奥利弗却止步不前。小东看穿了他的内心，是奥利弗心中的顾虑影响了他。小东耐心告诉奥利弗，
自己的心得。说着说着，两人的嘴就吸向了对方，心里虽然觉着对不起劳瑞，可身体却是意外的诚实。训练后，两人回到住处，斯莱德心里对他们不靠谱的计划有了意见，说话都变得不耐烦。三人突然听见动静，准备对抗敌人。走进来的却是姚飞，而姚飞这次是真的莫名其妙出卖了他们。爱德华的大军杀到，没有抵抗能力的三人只能束手就擒。众人被重新带回了营地，就连小东都对父亲产生了怀疑。当奥利弗走进帐篷后，发现眼前的男人就是当初在洞穴求救的男人。姚飞表示，爱德华为了消灭你们，准备轰炸整片森林，带你们来，你们还有一线生机。尽管姚飞解释了原因，斯莱德还是把他当成了叛徒。爱德华的团队利用电台欺骗了飞机，改变航线，准备用导弹直接轰炸下来。上面的乘客全都是商务人士，他们所谓的战争实际上是金融战争，依靠轰炸飞机让机场无限停飞，从而让经济瘫痪，再把一切怪罪到姚飞身上。说完，爱德华抬手两枪，先后击中了斯莱德的大腿和小东的肩膀。为了不让女儿牺牲，姚飞选择当这只替罪羊。一切顺利后，爱德华给老板报了信儿，幕后黑手是位女人。姚飞换上军装，按照爱德华的要求录制了声明，把即将到来的轰炸计划揽在了自己身上。录制结束后，爱德华一枪射穿了姚飞的头颅，只剩绝望的奥利弗和小东无助的呐喊。客机按照路线经过了炼狱岛，导弹即将发射之际，奥利弗利用匕首挣脱捆绑，干掉了操纵员后，为小东解开了绳索。两人齐力干掉雇佣兵后，却还是晚了一步。爱德华已经发射了导弹，导弹直接轰向了客机。趁斯莱德火力全开，小东和奥利弗爬上操作台，试图修改导弹航线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奥利弗将小东编程好的芯片插了进去，导弹一下子转弯轰向了地面。斯莱德却生死未卜，小东不知踪迹。待硝烟散去，奥利弗前去找人，看到了姚飞生前的弓箭和装备，只剩下一堆废墟。斯莱德活了下来，还不忘夸赞一波奥利弗，哪知爱德华的生命力比蟑螂还强，他挟持了小东。奥利弗把姚飞的弓箭拉上了弦，想要救下小东就必须放手一搏。小东完全信任的眼神给了奥利弗动力，右手一松，结束了一切。可事实上，炼狱岛的折磨才刚刚开始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继续回归炼狱。